Hello，我係阿 Cat，今日會講一下喺澳洲購買房產時候嘅合同類型。唔同嘅合同類型喺稅務同埋付款嘅時間上面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呢條片會用一個實際嘅例子去解釋。我哋有提供優質性價比嘅住宅、各類房產投資組合同埋澳洲房產資訊。有興趣嘅話，可以 PM 我 IG 又或者 Facebook page。喺澳洲購買房產嘅時候咧，通常係會有兩種嘅合同類型嘅。分別係 single contract 一份合同，同埋 two contracts 兩份合同。single contract 係會比較多用喺公寓，即係 apartment 啦，又或者 townhouse 聯排別墅度嘅。但係有陣時咧都會用喺 house and land package， 即係買地建屋套餐度。而 single contract 咧都係有一啲特點嘅。首先就係買家會同發展商簽訂一份 contract， 而呢份 contract 咧係會涵蓋咗土地同埋建築呢兩個部分嘅。仲有就係買家喺簽訂合同之後咧，係需要支付10% 嘅 deposit， 而其餘嘅款項咧係需要喺 settle 嘅時候去俾嘅。而貸款嘅還款咧，亦都係由間屋 settle 開始。而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佢嗰個印花稅啊，係基於土地加埋建築嗰個總價去計算嘅。至於另一個合同種類 two contracts， 亦都可以稱為拆分合同 split contracts， 通常係會用喺 house and land package。但係有陣時候咧都會用喺 townhouse 度嘅。咁 two contracts 都係有一啲特點。首先就係買家會同發展商簽訂一份土地合同，再同建築商咧簽訂一份房屋建造合同。而買家咧係需要支付兩筆 deposit 嘅。呢兩筆 deposit 通常係土地價格嘅10%，同埋建築價格嘅5%。喺施工期間咧就需要支付持有成本㗎啦。即係由塊地 settle 開始就要支付呢個土地貸款，而施工期間咧就要按進度去支付呢個建築貸款。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呢種合同類型，佢嘅印花稅相對嚟講會係較低嘅。印花稅咧淨係會按土地嘅價錢去收取，有機會為買家慳翻成千上萬嘅澳幣。通常咧係可以抵消咗建築期間嘅持有成本。咁講下咩叫做按進度付款 progress payment 啦。咁頭先都講到啦。用 two contracts 去購房嘅買家咧，係需要按進度式去付款嘅。買家係需要首先 settle 咗塊地，然後買家係需要通過建築貸款按進度去支付呢個施工費嘅。喺一般嘅情況下咧，買家係會將土地同埋建築合併埋一齊做呢個建房貸款嘅。喺塊地 settle 嘅時候，個土地合同價剩餘個部分同埋印花稅咧係會到期，買家係要先支付土地差額，如果有嘅話。銀行咧就會喺已經批咗嘅貸款入邊釋放相關資金㗎啦。喺施工期間咧，建築商通常係會獲得5筆嘅付款。每個進度付款階段支付嘅金額咧係根據員工嘅百分比去計算嘅。呢一啲喺建造合同中都有明確嘅描述。呢一個就係按進度付款百分比嘅一個例子。要留意翻啦，呢個百分比都係俾大家參考嘅啫。唔同嘅建築商咧，佢哋呢個百分比都會有啲唔同嘅。跟住落嚟就會講下大家比較關心嘅部分，就係 single contract 同埋 two contracts 佢哋嘅費用比較。咁而家我哋就用一個例子比較一下唔同合同類型嘅購買成本先。假設阿 Ben 有意喺墨爾本投資一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諗住買地建屋啊。呢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嘅價格係60萬澳幣，而佢嘅土地價值係35萬澳幣，貸款比率係80%。貸款嘅類型呢？阿 Ben 選擇咗只係還利息，而貸款嘅利率呢，我哋 assume 佢係3%。以下就係阿 Ben 用 single contract 又或者 two contracts 購買呢個房產嘅預計購買成本同埋持有成本嘅比較。呢度就係佢購買成本嘅支出啦。喺合同交換階段 ，single contract 係需要支付10% 嘅 deposit， 而 two contracts 咧係需要支付土地價格嘅10% deposit 同埋建築價格嘅5% deposit。 喺土地 settle 嘅階段 ，single contract 係唔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嘅，而 two contracts 咧係需要支付土地嘅差額啦、印花稅、律師費、貸款費同埋其他費用嘅。而喺施工開始嘅階段 ，single contract 亦都係唔需要支付任何金額，而 two contract 咧係要支付建築嘅差額。最後喺房產 settle 嘅階段，single contract 係需要支付房價嘅差額啦、印花稅、律師費、貸款費、其他費用，仲有建築檢查費同埋網絡連接費等。而 two contracts 咧就要支付
建築檢查費同埋網絡連接費嘅。最後呢個就係佢哋嘅總支出。Two contracts 咧係會比 single contract 嘅總支出少嘅。從啱啱個表咧，我哋可以睇到，如果阿 Ben 係以 single contract 嘅形式去購買呢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佢需要喺合同交換階段咧係準備呢個更加多嘅資金嘅。但係佢直到房產 settle 之前咧，都係唔需要進一步支付費用嘅。如果阿 Ben 係用 two contracts 去購買呢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佢喺合同交換階段咧係需要提供比較少嘅資金，但係喺房產 settle 之前咧係要準備更加多嘅資金嘅。同時佢嘅總資金支出咧係會比較少，因為 two contracts 嘅印花稅咧只係根據土地嘅價格去徵收。之後我哋比較一下呢個年度持有成本。從土地 settle 開始 ，single contract 咧係暫時未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嘅，而 two contracts 咧已經開始要支付 council fee、water rates， 仲有呢個土地貸款利息嘅還款。從施工開始 ，single contract 咧都係暫時未需要支付任何費用嘅，而 two contracts 咧已經要開始支付呢個建築貸款嘅還款㗎啦。從房產 settle 開始 ，single contract 要開始支付 council fee、water rates、保險，仲有貸款利息嘅償還。而 two contracts 咧係要支付保險費嘅。整體嘅總年度持有成本係差唔多。其實喺呢兩種情況下咧，年度持有嘅成本咧係相似嘅。對於 two contracts 嘅房產，支付時間會比較早，從塊地 settle 咗之後就要開始俾㗎啦。但係當成個房產 settle 之後咧，佢哋嘅持有成本就會係冇咩分別㗎啦。房產一旦租咗出去，阿 Ben 咧就會開始收到呢個租金收入，去抵消呢個持有成本。假設每週嘅租金係550蚊澳幣，空置率為3%，出租嘅管理費約為6.6%。Ben 嘅實際年租金收入可以達到大概26,000蚊澳幣嘅，不論係邊種合同類型，現金流咧都會係正數嘅。此外，由於呢個係一個全新嘅房產，阿 Ben 一般可以係獲得更加高嘅稅務減免，從而提高佢嘅投資回報嘅。不過其實喺實際情況入邊咧，買家喺買新嘅房產嘅時候咧，都係冇得選擇合同類型嘅。呢一個合同類型係由發展商去決定。但係當成個房產 settle 咗之後咧，用邊種合同類型，對於佢嘅現金流咧都係冇乜分別嘅。好，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嘅話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channel 啦，仲要開埋小鈴鐺先會收到新片通知㗎。拜拜。